看来，我们昨天晚上在水下看到的影子，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生物。我们得小心了。接下来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都怪我，六指原本针对的是我，结果现在把你和秦二全都牵扯进来了。江叔，你别这么说。六指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，他知道你的失意，也知道我的愧疚，更知道袁娜小姐她的梦魇。我们所有人本来就没有办法独善其身，但是在他的游戏里，我们虽然是猎物，也能是猎人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你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是啊，江硕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危险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有个房子。既然我们也回不去了，不如去看看。走。这个巧克力已经过期了，这里以前一定有人居住过。这么脏，应该很久没人住了吧？江硕，你快来看，这里有大滩的血迹，这里以前发生过命案，可是为什么没有警察来调查过的痕迹？江硕。 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，就看现在了。动手啊！动手啊！快动手！动手吧！江硕。 动
么了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父亲也收到过这个，一模一样。你有想到什么吗？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了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。不知道是做梦，还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会收到这个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再仔细想想。晴儿，你看我干嘛？我是真的。江硕，你再仔细想想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你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晴儿，你怎么了？我也是刚来到这个房间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血。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在你的房间里会有把带血的刀？你告诉我。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的话，那我希望你可以仔细想想，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。晴儿，你是不相信我是吧？不相信我，你去查呀。我也是跟你一起上的刀，你以为我愿意过来吗？你们两个够了！我们都知道是六指的圈套，还吵什么吵啊？秦大哥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，你跟江硕急也没有用啊。我也希望这只是六指一个人的圈套。这个房间里着过火。你这个扳手太大了，它不适合我。你还是给我割吧。
六指千方百计让我们来到这座岛上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不会真的是想杀了我吧？要不然，我们去找秦大哥商量商量。如果我真的是当年唯一的幸存者，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是每当我看见这把刀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害怕这一切的背后，是真的和我有关系。哎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你要在这儿待着不舒服，我们就回船上。哎，船怎么没了？我们就是在这上岸的。是六指，他想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困在这儿。那怎么办？去看看。秦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到了枪声。哎，我们也听到了枪声。救命！救命！主内，没想到会在这见面吧？他是杀人犯，他要杀了我。神强，任强这个小子，从你们几个的眼皮跑走多少次了？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通缉犯。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。哎，兄弟，你先冷静，手下留情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让开！哑炮！任老弟，任老弟，手下留情啊！任老弟，手下留情。谢谢，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翻译，谢谢。彭老板，叶红小姐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袁小姐，啊，看来你们收到邀请函了。我们也不知道，怎么突然就来到这个地方了。看来，我们都是因为收到了邀请函，所以才都过来的。这太荒谬了吧！啊，附近有船吗？暂时还没有找到船，不过你们过来的时候，还有看到其他的人吗？人的没有看到，野兽脚印倒看到了很多。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全点的地方说话？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确实需要找个地方，来确保我们的安全。回别墅吧，跟我来。别，哎，走吧。母亲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放心。任强私人恩怨要杀竹内，竹内和嫣红都是冯妙轩的人。穆青认识冯妙轩和嫣红，现在秦一恒又和冯妙轩攀交情，再加上我，7个人多少都认识，又都收到了6指的邀请函。他把我们聚在一块儿，打算干什么？我也是位故人，给我送一张请柬，最后被人打晕，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座岛上。对，我们醒来以后啊，就四处转转，发现这是个孤岛，一路走来，也只看到了这栋别墅，还是个凶宅。这个6指到底什么来路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6指，他很难对付。
我们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没有粮食，没有水，这个六指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冯老板，桌角的那一滩血迹，您也看到了。这里曾经发生过惨案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六指应该不会想要这么简单的困死我们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蛰伏霸劫，藏景飞行，围遍景道，有眼欲哀。这是什么呀？你就理解成是鬼门关。欢迎经此恶人劫，各位有罪之人。罪人？罪人？时逢乱世，尸臭晦气，盐毒炽盛，百姓大陷魏中，横折无数。若有勇武之士，能消解眼前罪孽，必得唯一生机，平安离岛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可怕！这幅图就是代表刚才说的那些话。到了明晚12点，这座岛上，我们这些人能否平安离岛，就要看我们的造化了。江硕，江硕，江硕，你怎么了？消解罪孽，对，要想平安离岛，就应该先抓住他。他杀过很多人。对，竹内先生说的是，要不是袁小姐他们出手相救，先生早就惨遭毒手。冯老板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六指到底指的是什么，也不忍误伤好人，但是这通缉犯就是罪人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这只是一个圈套。如果我们真的要自相残杀的话，那就中计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要找出有罪之人，而是要找出幕后主使他藏在哪里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安然地逃出这里。大家明白吗？秦大夫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我们谁也都没来过这儿，要想调查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未必。我之前在报纸上看过一个报道，上面有写，不传知读心术的传人，还有另外一位。江硕，你有印象吗？什么？这又什么花边新闻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忆了。但是六指，不也是一位读心术大师吗？
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同六指熟悉，那是不是更方便我们找出幕后主使、藏身之地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这跟相不相信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。你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秦大哥，你跟江硕认识这么久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还真不了解。不过秦大夫的话，我们可都是相信的。对，我们总不能放任这个危险人物在这里。你们够了！江硕他不是坏人，你们不能冤枉他。母亲，你别管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们爱信不信。江硕，喂，秦大夫，你们别管我。今天我们先回房休息吧，注意门外动静。走吧。江硕。你没事吧？谢谢你信任我，母亲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可是，我失忆前是什么样的人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难道我以前真的来过这儿吗？我怎么会记得这里的一些事情？还有那个面具。我现在动不动就出现幻觉，而且我们都不清楚六指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行动。我真担心有什么意外。能有什么意外啊？大不了咱们搭一法子，把这别墅给点了，就是巨大的狼烟。凭那六指有什么能耐？反正本小姐能爬树，能吃苦，能打猎，还能出海。到时候你就跟我混，不就得了？还有晴儿，她今天……他就是担心他爹，心急了说了你几句，你也不会在意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她以前不这样，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怪怪的。好了，大小姐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大晚上就别在我这儿耗着了，明天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，回去养精蓄锐。那我走了。嗯，你早点休息，不许胡思乱想。好，别担心了，快回去吧。
干嘛？我听到我房间门口有人，所以出来看看。姓江的，你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要害我。不如我先把你杀了，还能安心点儿。任强，你现在行凶就是中六者的圈套。我只是刚好路过你的房间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们所有人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有没有什么发现？什么都没有。不过没有发现，就是最大的发现。刚才闹那么大的动静，除了你都没有人出来看一眼，这一点非常可疑。哎，你拍面具。去看看。我去追。你别去，你通知他们。注意安全。岳不清，母亲，岳母清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就是头有点疼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，起来。我要是知道谁打了我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这房间有人来过。捉贼了！哦，刚才有人闯进来，把母亲给打晕了。是啊，我和江硕在楼下看到了一个戴面具的神秘人，本来想上来通知大家的，但是不小心被人打晕了，醒来以后就在这儿了。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可能睡一觉就好了。那袁小姐好好休息啊。来，母亲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咱们大伙下楼商量一下，说是神秘人的线索。喂，等一下，这个房间这么乱，要不大家帮忙收拾一下，让袁大小姐睡得放心。哎呀，主内老弟啊，跟神秘人比起来，收拾房间这都是小事啊。我们先要看一看江硕发现的线索。对，说正事要紧，走吧。秦一恒，你敢跟我玩阴的？江硕，你犯了害命之罪。
对，你杀了任强，对，你杀了他。怎么可能是我杀了他？我看见你拿着刀去找他。我听到我门口有声音，所以出门看一下情况。我拿刀是为了防身，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江硕，那你刚刚为什么要掩饰？如果你真的想证明自己没有杀人，就请你拿出来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证据。心服口服是吧？好，我这就向你们证明我没有杀他。跟我走。江硕，走吗？走。我有3个推断，你们看，地狱7变图，上面画的就是人世间的7种罪名，还有对应的7个地狱。罪名分别是妄言、偷盗、贪婪、淫邪、天伦、枉死、害命，分别对应着刀山、落石、毒蛇、剪刀、血池、油锅，还有阿鼻地狱。所以，推断1，凶手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。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一步接一步的死去。任强死在水泥中，水泥属土，所以他分到的是落石地狱。我补充一点，虽然我们通缉任强的罪名是偷盗，在他逃脱之前他已经认罪了，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条件，因此他做了伪证，所以他对应的罪行是妄言。所以说，这个别墅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六指。他杀死了任强，然后栽赃给我，目的就是引起我们的内讧，让我们所有人都自相残杀。先别管这些话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已经死了人。请问你怎么能猜得到六指的用意？我们又凭什么信你？好，就算我猜错了，你们可以不相信我。那我问你，我凭什么相信？不是你在我离开的时候杀死了任强，并且栽赃给我呢？我只是刚好路过任强的房间，被穆青带下楼。我哪来的时间上楼杀死任强，并且下去了？就算我有这个时间，他也不可能给我开门，反倒是你，在树林里的时候，他想要杀你，所以等我们所有人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是你第一个起想要杀死他。所以，第二个推断是竹内杀死了任强，并且把任强的尸体放到我的房间中栽赃陷害。当你想下楼的时候撞见了穆青，所以你打晕了穆青。我说的对吗？全是污蔑！不对，不可能再杀人！你怕也胡言！好，你没有杀人，那我们所有人看后面，面具不见了。我和穆青看到有一个神秘人从这个厨房的窗户跑了出去，我去追神秘人，并且让穆青通知大家，但是穆青被打晕了。是谁打晕的穆青？打晕穆青的人，也就是栽赃陷害于我的人，也就是我的第3个推断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你们别吵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现在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人，不找到别墅的主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危险。所以大家要冷静，不要上当。冯老板，结论下走。这个别墅的主人确实别有用意，这一点没错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如果别墅的主人就在我们当中呢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有些话，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，但是现在已经死人了。江硕，你还要装失忆吗？秦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江硕一直跟我在一起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袁小姐，你说你刚刚一直跟江硕在一起，好，那我问你个问题：江硕在追面具人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那个时候没有跟江硕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证明江硕是真的去追面具人，还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杀害了任强。而且，
这个人可以躲开我们所有人的耳目，在这栋别墅里悄无声息地杀人，证明他对这栋别墅了如指掌。可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刚刚来这儿，除了一个人，江硕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有证据。这一张照片里，是之前来过岛上的人，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。而1年前，江硕他就来过这儿，之后他去了长山州，而其他的人不知所踪。1年以后，我们被六指绑架来了这儿，而这个六指，他有一个徒弟，他的绝学读心之术一脉相传。江硕，你告诉我，你失忆了，却为什么唯独记得这个？这也不能代表是江硕杀了任强，但至少可以证明他要杀任强的条件。秦一航，为什么？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你要干什么？岛上只有我们这些人，不能私设公堂屈打成招。我们现在可以先把江硕隔离起来，等我们逃出了这个岛，再把他交给警察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所有人才可以确保安全。没错，你敢？不用麻烦你动手，我自己会走。江硕，我一定会帮你证明清白的。袁小姐，这也是权宜之计，你莫要着急啊。我们把江硕隔离起来，如果再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那正好可以替他洗脱嫌疑，证明他是无辜的。所以，把他隔离起来，也未必是件坏事，你说对吗？金先生，先别急着走。竹内先生有事儿吗？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我也是好心提醒，你别看冯老板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可是我听说他和咱们这个燕魂小姐早就有那么一点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刚才走的时候，我看见冯老板在偷偷的给燕红小姐打下手势。真的？亲眼所见。多谢竹内先生提醒。哎。这游戏已经开始了，地之门就打开了。冯老板，别吓唬人了，这凶手不是都已经抓住了吗？就算任强是江硕杀的，可是这也不排除是六指安排的一切啊。如果真的如江硕所说，这个宅子里还有一个面具人等着对付咱们呢。六指大费周章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又画了地狱七变图，想必一定是事有所指，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。现在大家既然到齐了，除去任强的偷盗罪，我们不妨开诚布公，对号入座，也方便我们想一想应对之举。你们大家觉得呢？
秦先生说的对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也顾不上什么颜面名誉了吧？人事走一遭，谁还没脏过手？你们不说，我先说。你们都知道，我是日本人，来中国这里做点生意，免不得因为风俗不同、言语不同，把坏的说成了好的，把假的说成了真的，那也是经常有的。难道就因为我撒了这一点点小谎，就让我下地狱？这大家也是知道的。这商场上有些地方是说不得真话的。我冯某人自认为没有坑过穷困百姓的钱，可是恐怕也像竹内老弟一样，是撒过谎的呀，怕也落下一个这妄言之罪吧。这冯老板说的可真轻巧啊！这撒谎骗人，像有人逼你一样，说了跟万不得已似的。哦，听嫣红姑娘所言，你难道对我们的冯老板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哪敢呀！不过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嫣红可不想立什么贞节牌坊。没错，我站过街，结过婚，做过交际花，跟这个姓冯的暗度陈仓啊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前几年呀，还被他家的母老虎给打过一顿，后来我们俩也就散了。你这是承认自己犯了淫邪之罪？那又怎么样？我身边这个冯老板犯的错事可不止一件两件，他敢说他不贪不淫？哎，不是，秦公子，您跟我们这些下九流的人可不太一样。您是鼎鼎大名的英年才俊，学过真本事儿，会看病会救人，怎么也到这来了1年前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我父亲可能也不会失踪。去年我父亲也收到过六指的请柬，但他以为只是普通的商界聚会，希望我可以一同前往。可是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一心只想要悬壶济世。我以为我父亲此举是有意而为之，我不想去见他生意场上的朋友，更不想继承家族的生意。我执意不愿前往。可是我父亲自从上岛以后，这一整年，杳无音讯，生死未卜。我恐怕我早就已经犯下了这不孝天伦之罪，应该要下这血池地狱的。秦公子节哀呀。那袁大小姐呢？枉死。袁小姐因为家兄原因的事情，差点自杀。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，叫做枉死。你别说了。枉死、天伦、淫邪、妄言、贪婪、偷盗，这下一个是害命。秦公子说了，江硕犯的呀就是害命之罪。这就对上了。既然他本就是杀人害命的恶徒，不如我们这就了解了他。你们谁看见江硕杀人了？就凭几幅图、几张照片，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袁小姐，我们也非常想相信这人不是江硕杀的，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和矛头都指向他。再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嫌疑啊。江硕他救过我，拼了命的救过我，他肯定不是凶手，我相信他。你这娘们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袁小姐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袁震，袁大帅。你们已经把江硕关起来了，他已经对你们没有威胁了。我以袁大小姐的身份保证，如果你们谁再敢害她，就算出了这个岛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袁大小姐这样说了，那我们相信啊，我们相信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别伤了和气嘛，别伤了和气嘛。我去追。你别去，你通知他。你注意安全。天亮了，10月15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吗？你是谁？你终于忍不住要亲自动手了。我们这么逃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不跑怎么办？难道返回就跟他们拼命？这个岛上的人都已经疯了，再这么自相残杀下去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听见没有？不会是面之人吧？冯老板，好雅兴啊！你是大老板，大善人，来我这个小屋做什么？哎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这些话就免了吧。哦，冯老板，您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呀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当年日本军方在中国掠夺了数以百计的奇珍异宝，委托一个翻译押运上船。可谁想到这个翻译见钱眼开，
偷偷的将珍宝调了包，运走了。东窗事发之后，那个翻译不，竹内老弟，就是你，找码头上的小混混任强替你顶了包，承担了所有的罪责。你，所以，他犯的罪不是偷盗，而是妄言，因为他替你撒了谎。真正的偷盗者是你。任强是码头的地头蛇，身手又好，日本人抓住他也扣不住他。况且，当时我跟他说好了，等风头过去，这批珍宝我们5-5分账。只是后来他嫌他拿得少，这么多年没想骚扰我。没想到，最后他居然替我下了洛溪地狱。只是这些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莫非当年就是？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当年就是我顺手替你销了个赃，把那些宝贝卖了个好价钱。冯老板，这么说，你的钱也不敢不进啊，还冒充慈善家，不过是赚老百姓血汗钱的吸血鬼，毫无原则的卖国贼呀！好，骂得好。竹内老弟，你的底细我清楚，我的把柄也给了你。下面我们谈谈合作。合作？我们是商人，不是亡命之徒。如今这个岛上危机四伏，难免有人会继续杀人呢。女人就不提了，就江、秦2个后生，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啊？所以，我要跟你合作，互帮互助，好保下这条命。哦，冯老板，果然是未雨绸缪啊！嫣红姑娘，有事吗？你不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啊？我的房间太乱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好了。秦二少，你看这岛上多可怕呀！你们是大男人，袁小姐又是警察，就我一个弱女子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放心，我们这些大男人可以保护你，你不用怕。真的呀？有二少保护我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保。何况，我怎么可以确定嫣红小姐，你是不是六指？二少说的我都害怕了。昨晚一夜都没合眼，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。我这一个人
一张床，真的好害怕呀！我明白了，稍等。这个是特效镇定剂，我相信你有了它以后，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睡个好觉。不用谢。哦，对了，嫣红小姐，你喜欢喝茶吗？要请我喝茶呀？淡茶不如浓酒，要不然我们进去喝2杯酒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想告诉你，这个药它不能跟茶一起服用，不然的话，明天你很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请回吧。袁大小姐，你这是？袁小姐站在尸体旁边都不带害怕的，可真是女中豪杰。哎，我们稍安勿躁。袁小姐，你这么着急把我们找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你们来看，我刚刚检查了一遍尸体，任强是被刺死以后，被人抬进箱子里，浇上水泥，模仿地狱七变图混淆视听。刚刚我们惊吓过度，没有检查尸体，也没有去寻找凶器。那这么说，凶器呢？厨房的道具架上少了一把剔骨刀，应该就是凶器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只有这把刀，谁才是凶手？如果江硕是凶手，他不可能把尸体藏在自己的房间，而且他的房间里根本就没有凶器，所以江硕他绝对不是凶手。我明白了，说不定刀子还藏在江硕那小子的身上。我现在去弄个明白。哎，等等，嫣红、竹内君、袁大小姐，哎呦，任强，江硕还在杂物间里。哎，秦大夫呢？秦大夫呢？在房间呢。嘿，哎，哦，这人呢？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居然让这小子跑了！哎，这……哎呀，秦二少现在一个人，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我们去看看。人的不在，会不会是江硕给掠走了？这不可能！我想秦大哥应该是找到了什么线索，所以才……不会，我刚还见他在洗澡呢，不太像是会出门的样子。更何况，是他让我们在这儿千万不要离开别墅的。万一江硕真的是凶手，那我们岂不是会有性命之虞？这不可能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先出去找一找。他一个人在外边游荡，要是成了凶手的活靶子，那岂不是罪过呀？可是，这林子这么大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啊！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竹内老弟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。你们2个女孩子，一定要待在屋子里，不要出去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行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女人，不要插手。我是警察，不会拖累你们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一心想保全自己的性命，恨不得立刻杀了江硕。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江硕绝不是凶手。袁大小姐，请你别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江硕若不是凶手，那他为什么要逃走？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袁小姐，外边很危险。哼，万一被凶手盯上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。可是，哎呀，我向你保证，一旦找到江硕，会把他好端端的带回来，行吗？哎呀，袁小姐，你就别操心了。这打打杀杀的事儿是男人们干的，你就在这陪我吧。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怪害怕的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把秦医生和那个江硕给带回来。哎，只要那个面具人没了从前，对我们就不会有太多危险。你们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知道哪里有船，离开这座岛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现在我们只有彼此相信，只有团结才能够对抗六指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赢过六指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除非你得先告诉我，你和六指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帮他做事？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们解释这些。你面具之下到底是谁？凶手，原来你就是凶手！消灭！要怪就怪你自己。那天我在你的房外偷听，我知道你是幸存者。原本我是想到你的房间找先生来揭穿你，没想到任强也来找你。我趁他不备，杀了他。看来他也是来偷袭你，只有我能活下去。你们一个个都得死，都得死！巴图，来，江少，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，多谢你。没事，没事。他还随身带着绳子，看来他是想杀了你之后，伪装成阿鼻地狱，有些太险恶了。追，好。田小姐，这屋子都搜了一遍了，还是没发现什么线索呀？凶手杀死任强之后，
不会冒着被我们发现的危险外出处理凶器，所以凶手一定把凶器藏在这里。袁小姐，要不然咱们换个屋子找找吧，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呀。走吧，去竹内的房间看看。这床怎么这么乱呀？像藏了什么东西一样。是竹内。落石地狱，是他伪装的。我就说日本人靠不住吧，最心狠手辣的就是他们。他杀死了任强，教授有危险。你留下来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你别害怕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不行，你哪也不能去。不是，我回来了。教授，你等等我。教授，木青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们平安就好。秦二少呢？没找着。竹内呢？他死了。看来，刚才那声钟响，宣告的就是竹内的死。我在树林里追赶神秘人的时候，受到了竹内的袭击，幸好冯老板赶到，救了我一命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捡起石头，我冯某人这辈子双手从来都没沾过血呀，我怎么就下了这么重的手啊？冯老板，你也别自责了，竹内是穷凶极恶之徒，你也是迫不得已。刚才我发现了一个线索，其实竹内才是杀死任强的真正凶手。啊！我们已经找到凶器了。尺寸吻合，这把刀应该就是凶器，是在竹内房间的花瓶里找到的。刚才我在跟竹内搏斗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裤子上也有水泥的痕迹。那竹内就是面具人，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。不是，他应该不是面具人。不是面具人，难不成还有一个凶手？哎，对了，秦二少我们还没找着呢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不知道，他应该是被困在外面了吧？趁着天没黑，一会儿我出去看看。不行，你不可以单独出去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每一次只要有人死，你一定在身边。任强也是，竹内也是。就算你江硕不是杀人凶手，你也是个灾星。你说什么呢？燕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给我住嘴！你少给我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冯妙轩，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还需要我告诉你吗？啊！还有你们俩，
你们俩到底有什么秘密不能说的呀？这个地狱欺骗图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。我看这最可怕的害命之罪，就在你们3个人当中。偷盗的被石头砸死了，说谎的被刀子捅死了，那个抛弃父亲的，说不定在哪里被人吸干了血。你先冷静冷静。虽然现在不知道6指是谁，但我敢确定，他们的死一定和这个图没有关系。有关系。竹内曾经盗窃了一批珍宝，任强也是为了钱撒了谎，倒是真跟图上一一对应啊。钟声响了，钟声响了，钟声响了。每次这个钟声一响，就会有人死。这次会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叶红，叶红，我去看看他，我去看看他啊！倒是说个话，叶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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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红，没事吧？叶红，叶红，你说句话，叶红。母亲，以后你们3个待在一起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听见了吗？那你呢？你去哪儿？那个秦二是我腹肌之力，他冤枉我的债我还没跟他算清呢。况且，他现在一个人在外面，万一跟那个面具人遇见了，凶多吉少。我要去看看。那个面具人真的那么厉害？秦二当然对付不了了，他再厉害，能有我厉害吗？放心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没有什么不行的。再说了，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。念后街有冯老板陪着，应该没有什么事儿的。大不了我答应你，遇到危险我就跑，不冒险就是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没有什么不行，走了。哎。秦大哥，秦大哥，这秦大哥到底去哪儿了？母亲，我都说了我一个人过来，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我？我要保护你啊！母亲，你怎么保护我？这次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而且这次经历的案件比以往的每一个都要诡异。我身上的铜钱也被偷走了，很明显这次凶手是有备而来。我很担心，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危险的话，我没有能力去保护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？母亲，
你知道吗？今天是10月15号，也就是六指所说的我的死期。趁现在这里没有人，有些话我要告诉你。现在除了你、我、晴儿，就只剩下冯廖轩和嫣红了。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六指干的，那一定与他俩脱不了关系。冯廖轩，他心思缜密，从来没有露出过任何马脚，但是越是这样的人，越不简单。嫣红，我们谁也不清楚，一个这样的女人，她的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？还有，你最应该小心的，就是我。自从我来到这座孤岛以后，我的脑子里总会有一些不好的回忆。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晴儿说过的很多话都印证了，我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母亲，我们谁也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我真的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，那你一定不要对我手软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你的生命比什么都……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相信你。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，对吧？